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今天台股大涨，涨了多少？涨了1342点，这是台股的第2大涨点。大家想问，为什么今天会涨得这么多呢？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这是美国的共和党的议员，叫做哈里根，他今天提出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什么？叫做《台湾能源安全与反禁运法案》。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台湾能源相当是依赖这个印太权力平衡的关键脆弱节点。当今天老共去围揍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能源危机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要说支持美国的天然气输往台湾，并确保战略航运不受敌对势力的挟持。什么叫做敌对势力？就是中国，它不要让中国断能源。因为现在整个 AI 应用上面，台湾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看到 AI 应用落实在哪里？就是落实在你现在所有的画面中，就是这一次的战事当中。你能够想到，美国在11天之内竟然攻打了5000个目标，甚至能够源头打击，能够精准打击，这些都跟 AI 有关。而 AI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台湾，所以我们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台湾海峡比荷姆兹海峡恐怕还重要。今天川普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施压给中国看。今天你敢动台海的话，你的下场就会跟伊朗是一样的。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接着下一位是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的体育主播张志平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今天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党议员丢出这个讯号，太有意思了。他说台湾能源安全与反禁运法案，他说当今天台湾的能源被封锁之后，那对美国来说会很大影响，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没错。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突然丢了出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美国的视角认为一件事情，台湾海峡重要性比荷姆兹海峡还要来得重要。没错，为什么你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目前为止荷姆兹海峡它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油价，油价可能会暴涨。但是我跟他讲，台湾海峡被封锁的时候，美国的 AI 全是 AI 动不了。所以等于是说，现在对美国的视角来说，荷姆兹海峡固然重要，但是美国未来的发展是在 AI 上面啊。所以 AI 不见的时候，台湾不见的时候，对美国的影响是更重大。对，所以现在没有错，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是，台湾海峡绝对比荷姆兹海峡更加重要。尤其是你看这一次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在这几天的时候，已经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消灭伊朗5000个目标。对，为什么能那么快呢？因为美国有 AI 的帮忙嘛。简单来说，他们就有点，美国跟伊朗就有点像是以前西部牛仔在决战的时候嘛。对，两个武器其实差不多。对，但是美国就是拔枪比你更快，拔枪比你更快，就把你干掉，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就是 AI 的帮助。所以为什么美国今天会提出个法案？我跟他讲，这个法案台湾人要好好的看仔细。我们讲台湾的能源，我们当然很关心，对不对？对。就美国居然自己他关心你台湾的能源了，他提出什么？台湾能源安全跟反禁运法，这个法案这是个法案哦，所以通过的时候，以后是不论任何美国的总统都要按照这个法律来做。那这个法案说什么？他说台湾的能源依赖，就是我们很依赖很多这个 LNG 嘛，是印太权力平衡的关键脆弱的节点。对，也就是要形容什么？如果台湾的能源被断掉，台湾的晶片出不了之后，对，台湾就完蛋，那美国的 AI 就完蛋。所以他怎样？他要支持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输往台湾，就你不要用中东，美国的可以来哈，然后要确保战略的航运不受到敌对势力的挟持。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已经送出外交委员会，要送到美国的参议院，然后接下来送到美国众议院。我预计这个法案是会过，这个过了之后，告诉你什么？台湾海峡变成是我美国在造，对，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今天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利多消息。所以你看台股今天创了一个历史第2大的涨幅，涨了1342点。我觉得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能源看来就有着落。如果美国通过的话，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台湾什么能源有危机，不用担心，因为老美比我们更加担心。对，那这也证实了什么事？证实了台湾绝对是美国核心中的战略要地。今天还会大涨，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看起来的话，伊朗的战事应该不会再升高了哈。
不会再升高，油价不会上涨哈，大家都当然非常放心嘛。好，那为什么会非常放心呢？因为第一个，现在伊朗显然是群龙无首，对，虽然他们选出来这个哈米尼的次子呢，这个穆吉塔巴当成他们的接班人，可是他今天呢，他一直都没有出现，就有人传言说啊他死了，这个受重伤啊，对，就有人说啊他不想接班啊，就有人说什么他现在是植物人，很多传言。不过呢，为了要破除传言，伊朗马上就公布了个影片，这穆吉塔巴就出来讲了，他就说，哎，我们这个未来要这个复仇的，可是人家就说什么？人家就说这个看起来的话，就很像是个 AI 的合成。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符号，这国旗的摆放，还有这里这个出现的这两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窗帘的这个缝，还有这个缝，好，那这个节点，人家就说好像是把他的头换上去，从过去的哈米尼换成是这个现在的穆吉塔巴。现在很多传言来说是他不想接班，那革命都有想派他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回教徒有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然派他出来的话，他要报杀父之仇，所以看起来的话，他可以让整个伊朗民众或许可以团结起来。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最近的，他一直叫嚣，他说伊朗媒体来报道说，我们准备要这个用最激烈、最大规模活动要开始展开了。对，我们这次夜间空袭的这个所谓霍拉姆萨赫尔的这个远程飞弹来说，我们准备要开始打了。那这个飞弹的确是蛮厉害的，就是说这个伊朗在2003年试射成功的弹道飞弹啊，然后可以挂1500公斤的这个弹头啦，这是伊朗这个弹道飞弹最大的一个，是被视为是伊朗破坏力最强的飞弹。事实上，伊朗能够抵挡多久，大家都打上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号了。所以伊朗现在在干嘛？他在做一个垂死的挣扎，是在上面，我一定要把我那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直接拿了出来。但是现在最大的危险是什么？这一次美国都在讲是，它是11天之内是攻打5000个目标，那个也太凶狠了。对，没错。我们看，事实上打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谋联席会主席凯恩就说嘛，美军已经打击了5000个目标，然后包括说要更深入打击的这个伊朗的军事还有工业的这个生产基地，包括说你看这几天的时候，他说伊朗的这个弹道飞弹袭击减少90%，单向无人机的攻击减少83%，10天内打击超过50艘以上的这个伊朗的海军潜舰，击收1艘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母舰，然后切断伊朗继续制造这个攻向无人机的这个管道，完全都没有了，对不对？你看为什么能够狙杀哈米尼？他收集了他过去几年所有接到的监视器，这个监视器判读之后，请问要用什么判读？这不是 AI 判读吗？对不对？然后你们在伊朗文讲了什么话，我们都完全接听，那怎么能判读出来 ？AI 判读，所以我才说这一次完全都是用 AI， 然后 AI 知道说，辨识，你给我几个剧本，我要怎么斩杀，用 AI 完全判断，这是所谓的 Anthropic 的 Cloud 所做到，所以我就跟你说，就靠 AI， 你看 AI 收集情报。锁定目标到自动导航的加速，这全部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能够摧毁5000个目标？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很多伊朗的这个，我跟他讲，伊朗的很多目标，他根本都完全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为什么？你看美军打击伊朗的移动式的这个飞弹就这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时候，你看他们马上超过200架的架次打击500个目标，然后 AI 可以怎么做？AI 可以用来帮助及时调整导弹的轨迹，来避开平民区。所以呢，它等于是可以用这个更加精准的来攻击多项的这个目标。你要包括说他们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舰艇啊、船舰的相关的动作。所以呢，这就是靠 AI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 AI 帮我决策 ，AI 帮我这个收集资料 ，AI 帮我做选定目标，然后 AI 可以帮我导正我的这个作战的战法。好，那我跟他讲，美军现在当然尝到甜头哇！这一次在这个 AI 的战场上面运用这么强大，就美军要怎么做？继续用 AI，就没想到他们居然美国成立了一个叫美国陆军的这个后战部队，新成立叫201分遣队。201分遣队，拿一个行政创新的这个兵团里面来这样哈，他又说什么？他们是要招募什么高科技的这个高管，高科技公司的高管，然后作为军队的这个顾问啊，然后参与针对性的这个项目啦，帮助快速而且可控中的技术解决方案这样的状况，然后所以要为美国陆军转型的一部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这几个人参加，你看，我们来看他是来自什么地方 ？Palantir 对 ，Meta 对，OpenAI 然后另外一个美国的这个 Think Machine Lab 也是他们非常著名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公司，你看他们就穿上了军服，加入了美军然后他们挂了官衔呢是中校衔。好，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件事爆发出来？因为这个 Meta 的技术长这个 Brosworth 他就说，我要加入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201啦，那有可能就是那个的然后这个代码就是用在怎么创造这个资源啊，让这个单位显得格外有趣，他自己讲的哈。那这个 Meta 因为他加入了哈，另外一个著名 AI 的这个公司 Palantir 这个哈，他承接大量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结果他的技术长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Snaker 他昨天宣布说，他要加入美国陆军后备部队新成立的第201分遣队，他自己讲的哦。还有行政兵团中、创新兵团中担任预备役的中校哦。然后我刚才讲，还有接受任务，还有 OpenAI 的首席的这个产品官 Kevin Wei， 还有 Meta 的技术长这个 Andrew Brosworth，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还有前 OpenAI 的首席研究官 Palantir 这个 Technology 的工程师总监等一大堆，所以全部都是要么就是现役高管，要么就是前任高管。都是跟美国 AI 有非常关联的，所以这一次看到美国用了 AI， 才发现原来它后面是把这些矽谷的高级的这种重要的一些在公司的这种决策者直接抓来，你来那种你中校，你是最懂 AI 的人，你要么教我们，要么是什么，你也实际参与在这个任务当中，对，这样也太可怕了吧？对，你可以教，你也可以创新。你看，他就等于为什么把他们请到军中来？你先看一下我们军中的运作，对，看看运作之后呢，你觉得有什么 AI 可以帮忙的？对，你可以自己创新，或者说你帮我们改善整个流程，这对美军的作战能力来说，搞不好未来又提升。难怪这一次这么强。对呀，这些人现在还没有发挥作用哦，对，未来会更强。你就知道说，这些人现在刚进去而已，201分遣队才刚成立而已啊，哈。他们就说他们每一年要服役大概120个小时，可以远距离的，还有非同步的这个执行任务了哈，也不用接受传统新兵的训练，不用，他们就是进去看我们这个美军的 AI 怎么改善。你看这个美军已经把 AI 的这个所有东西都导入在美国的军队里面，他们不是这个不是只有前线作战，对，连你的后勤补给什么全部都要这样做。这次做起来的话，美军未来全部都 AI 化。对，我跟你讲，你从这次的以色列跟美国怎么打击伊朗，你就看得出来 AI 很重要嘛。对 ，AI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你看，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甲骨文哦，甲骨文公司过去大家都说，AI 是泡沫，因为甲骨文公司很烂，就股价一直跌。就他今天早上公布的财报非常好。不但是它的营收比预期要更好，他还说我在手订单有5530亿美金啊，他一年的营收大概是650亿，然后他现在有5530亿，大概约莫快要7、8年左右营收，就大家想原来你营运那么好，就股价就大涨。股价大涨之后，就连带台股供应链就全部大涨。对，所以因为 AI 的股票大涨之后，你看今天台股的这个收盘是涨1342点，史上第2大涨幅，仅次于去年4月10号，就是川普他口之后上涨了1608点。所以呢，这么大涨幅，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到 AI 还是可以点亮台股的一切嘛。对，那甚至是接下来还有 GTC 大会，下个礼拜开始要有 GTC 大会，GTC 大会黄仁勋就会讲很多 AI 相关的嘛，包括说像除了这个 Rubin 的平台之外，还有费米的这个平台一大堆，所以这跟台股都有相关。投资人就开始觉得说原来我们因为伊朗的战争之后，一度的让这个大家觉得说 AI 没用了，但是显然伊朗战争之后，大家要重拾这个 AI 的这个信心。对。那除了这个 AI 的信心被重拾之外，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说，可能也让我们投资人呢吃了一个定心丸。为什么吃了定心丸？因为事实上这一次伊朗被这个威胁要封锁荷姆兹海峡的时候，很多台湾人都不是担心说你看我们这个天然气要断掉了，天然气断了之后呢，我们半导体都做不出来了，所以很多人也变成是为什么在杀台股，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担心。好，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嘛，我刚才不是开场就讲了，美国共和党议员弄了这个台湾能源安全与反禁运法的一个状况，就这样子了哈。这个法案目前已经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以后台湾的能源就是美国的事。今天谁敢封台湾的能源，对，就是跟美国为敌的。对，没错。它里面的法案我们给大家看清楚。哈里根说什么？北京非常清楚台湾的弱点所在。台湾几乎所有能源都依赖进口，所以很容易受到海上干扰啦、中国的灰色地带的施压，还有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啊，所以他们要让这个地方完全都没有这个影响。对，除了美国会加强运送这个所谓天然气或者石油给你，他还鼓励台美要互相合作哦，发展所谓的 SM 就是小模组的这个核反应炉哦。然后另外是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要保护什么？台湾关键能源电网跟储能系统，他要保护，那保护什么意思？难道他自己要把这个飞弹，这个所谓爱国者飞弹就放到这边呢？我们不知道他这要怎么去做哦。对，他要保护我们台湾的关键的电厂、电网跟储能，我不知道他怎么做，但是他这个法案的确是这样写哦。还有另外重点是什么？他说扩大美国海事局它的这个权责，就在商业保险市场因为外部军事威胁而退出的时候，未向台湾运送的关键能源与重要的物资船只提供保险。简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都运输都是用商业船，对，那商业船来说，中国可能要打的时候根本就不敢来，像没有人敢去，就像这次荷姆兹海峡一样，没有人敢去。但是美国这写进去是说，
美国国家你要用国家的力量去保险来说，让这个船只能够进来。简单来说啦，就是升起美国的国旗。对，那你好，你敢打，那看你中国敢不敢打。甚至不排除他也用军队弄进来，对，所以就说让台湾的这个能源来说，即使面临到中国封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源源不绝的进来。所以才跟你说，这个法案来说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会跳脚嘛，中国看了一定跳脚，因为什么？它等于是跟你说，你中国要封锁台湾，门都没有，因为美国有这个法案。美国有这个法案的时候，是未来不是只有川普哦，你不管下一任是谁，哪一个人当美国总统，你就必须要执行这个法案。这个法案的这个影响力是相当的深远的。宇轩，我们刚刚讲，如果这个法案真的签过的话，那真的习近平真的看了这唰了一弹。除了这个法案之外，你看到我们刚刚讲的 AI， 在这一次 AI 里面，美国的打击11天5000个目标，今天又有最新的画面出来，心想也太可怕了。他除了用所谓的海军的舰艇去打它之外，空也加入。它是那种无差别式的轰炸。知道我们波浪刚才强调台湾的重要性了，结果你会发现，台湾呢不只是重要，连用在军火上的变成是大型的展示中心，像我们讲辉达的这个 GTC 一样。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现在看到的每一艘，这个都是伊朗的布雷舰，对。但是呢，它有大有小，因为伊朗呢总共将近快要4000到6000个布雷哦，但是呢，它其中一艘小船大概可以布2个雷，所以你换算起来，除了大型之外，它很多这种零零碎碎的这种小舰艇都会成为上的隐忧。结果没想到，当川普呢在自己的出手手上直接讲说 ，I'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we need the last few hours we are hit and complete destroy 10 inactive mine layer boats。他说什么？我们在刚刚的几个小时之内，也就是刚传出伊朗说要用布雷来对付我们，对，我们马上火烤布雷。怎么个弄法？炸了10艘，最重的在这边，还停在里面，也就是还藏匿起来的，还没有出来的，我直接把它全部炸烂了。你说出来已经被炸烂，对，藏着的我也炸烂。对，所以等于就是说，所有的你的战略部署跟你的战略物资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他真的说到做到，停在那里，对，停在港边，一颗飞弹就下去了，打都没有打，而且你知道吗？他炮轰的方式，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有好几种。一个就是你看在海上，对，海上是用鱼雷，但是你有看到这不是鱼雷啊，每个都是祸从天降啊，所以代表可能也有无人机。对，无人机对付什么呢？小的无人机大的呢，我用什么？我一样用陆军战术导弹相关系统，海马斯火箭来炸，这时候就厉害了，因为很多人想说，哇，一艘一艘，这是在海上的，对，甚至在你看哦，这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它躲在桥底下，躲在桥底下。对啊，你看这一台货车，它是躲在桥底下，对啊，结果怎么样？它也炸得到。对啊，一片我们讲瞬间眼睛一片白茫茫，然后下一秒呢，整个它的目标地已经完全消失。对，最后美国呢，在川普讲完话之后统计出来，他说：“哦，我们总共16艘布雷舰全部都被我们打掉了。而且更可怕的是来哦，其中你刚才一直看到祸从天降，对，是什么？台湾要买的。” PRSN 啊，就是这个精准的我们讲引导炸弹。对，所以我们刚一直在讲说，这个为什么像是产品展示会一样？因为你发现说美国太离奇了嘛。以前大家讲说陆军战术导弹我想陆军战术导弹只能打什么？打定点。但是呢，这一次美国也有用陆军战术导弹，因为很多是近指的目标，它就用陆军战术导弹。对。但你要想会跑的啊，它会移动的啊，会移动而来，这就是我们讲的海马斯的这个火箭系统。对。它利用 PRS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可更换的弹头。所以当它装上 PRSN 之后，不是射程500，它把它利用所谓的反辐射的弹头。反辐射弹头干嘛？它可以追踪导引到这些会跑的飞弹舰，对，这些会跑的驱逐舰。所以这一次美军的 PRSN 是装在海马斯上面。对，结果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些船被炸掉，有一部分也是海马斯咻出去，用 PRSN 把它炸翻的。对，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而且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讲了，这是战区杂志这边讲说，他是把这个 PRSN 放在这个海马斯上面。结果他们去问喽，问谁？问美国的官员。对，美国官员最有意思，他说什么？我们拒绝透露使用了何种弹药，也拒绝了透露具体攻击了哪些舰艇。对，那什么画面不就是那样祸从天降？直接在那边炸的吗？还在卖关子的？但他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用海马斯。我跟你讲，这个骗不了内行的人呐。因为你去问过去传统的说有没有拿海马斯去打船的，没有这一回事。海马斯就是打陆地的目标嘛。
因为你就是陆军弹道导弹啊。就他现在跟你承认说，哦，对我没有海马斯，但我不跟你讲我用什么。所以我觉得搞不好有一个更可怕。我们之前是不是看到黑色的这种我们讲战斧飞弹？对，会不会除了 PIS 啊，美国真的还有其他的系统是可以透过所谓的海马斯来去对于船舰舰艇来打？我想那就厉害喽。因为我们以前台湾一直在讲说要去买，说可能是要买 Nemesis， 是所谓的死敌，就 N1我们讲的 ESIS， 对不对？但现在搞不好连这个都不用，我们一套海马斯80几套，这边可以打海，这边呢可以打陆地。所以你看美国用弹道导弹的攻击一样舰艇这个 TWL 它特别去用刚才赵和讲的来表示说呢，预示着美国国军未来的方向。所以宇轩今天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海马斯台湾有，菲律宾也有，对。日本也有，对，为什么我说这一场伊朗战事根本就是美国打给中国看的？对，这些东西海马斯这3个国家都有的情况之下，你的中国的解放军的这种军舰来犯，同样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你解放军的军舰给处理掉的。对，没有错。因为我们在讲台湾是不是有讲台湾之盾，对不对？那面对空军，我们已经有所谓的I3，甚至有层层保护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中国对于下水饺，也就是它的什么动95啊，它的我们讲各种等级的这种舰艇，那它如果大规模来犯，可能数以百艘、数以千艘，台湾会无能力抵抗。但现在跟你讲了，只要有海马斯，你想想看，一发它可以接着一发，而且不断移动打，等于是你来100我打100，你来1000我杀1000，配合包括菲律宾，包括我们讲日本的这些诸岛。所以在这个情跟状况下，如果你是中国，看到了这样的狙杀能力，你会不会胆战心惊？文姐，我们知道在这一场伊朗战事里面，中国一直在装什么？装没事，我没受伤，反正你们吵都不关我的事情。但问题点就在这，中国你不用装了，你现在受伤的就是你。为什么？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在哪里？这个是在东莞的樟木头市场。樟木头市场这么多车在干什么？他们现在在抢一个东西，他们在抢塑胶，他们在囤塑胶。对，我们本来是说国际行情1周油价涨了35%，给它吸狼，你知道吗？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东莞这个塑化原料的交易市场，你知道？它光一天涨60%，他说一天，他说没良心要死啦！所以也难怪这么多车，你可以看到画面，一车一车进来，你这次没有抢到，你下一次你就赔惨了。我跟你讲，他现在搞不好3-4个小时一过去之后，你的塑胶行情马上又往上报。他就跟你讲以前大概所有的人不用排队1-2个小时，全部都砍就砍。他说现在至少等上6个小时甚至有一个业者就跳出来，他说天哪，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再过10天我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为什么？因为价格太高。就这个女生出来哭价格他说一天涨5000元嘞。他就讲一个 ABS 塑胶原料，他在干嘛？就是我们做行李箱做电器产品做你光是这个这个电视机上面的这个框这个全部都是跟 ABS、PS 有相关的。反正你看到的所有相关3C产品，还有我们这个桌子有的没有的，全部都逃不了这个五大泛用塑胶。他就讲包括其中一个 ABS 竟然给我涨5000。一天涨5000，对，他说从每公吨8000人民币涨到1300人民币，超过60%他就跟你讲，他说涨疯了，他说涨成这样子，那我问你，我能转嫁吗？我不能转嫁。他说这样子公司要怎么干下去我如果涨到后来我没办法转嫁一个情况的话，那我告诉你，我就停产。哇！这个停产这代级就大掉那你就会心里想说，不是那中国，我跟你讲，这个是环环相扣的。我们之前不都说吗？中国过去这一年哇，出口畅旺赚了1.2兆一大堆的然后用低价产品吸引什么的，连你的电动车都是便宜货，打到全世界，对不对？我跟你讲，这所有低价产品都 base on 在一个基础上，你知道什么基础上吗？就是你的这些塑化原料是便宜的，你的原料，你的石油是廉价的石油，就是因为你廉价石油，你多廉价？我跟你讲，人家美国天然气开采出来一公吨大概都要60-70块的成本，结果伊朗它开采出来只要10块20块，10块20块的成本，它卖给你顶多45块。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华尔街日报，它写什么？他就说我跟你讲这个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准备，中国过去1年他们故意拉高它的储存量所以他说他们现在目前为止至少有12亿桶原油的一个储备量，12亿桶的原油储备量可以让他们挺过3个月到4个月。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华尔街日报》里面特别讲一件事情，他说
中国2026年就今年前2个月的原油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显示北京在伊朗战争爆发前仍在继续囤积原油，他已经知道事情要爆发会打了，所以我才会去囤。囤了之后，那伊朗是他的事情了。就不关我的事情了，我只顾自己活了。我跟你讲，伊朗真的是就刚心没有割骨疗情，他自己一边在打仗。你知道，伊朗2月出口的原油竟然还创下这今年新高，来到了220万公吨左右。他一边在打仗，一边还出口卖油给你，所以为什么过去中国的外销，或者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讲吗？我们台塑的石化园区，我们台塑原料也很厉害啊，为什么拼不过中国的一些他们的国营的相关的石化原料？因为人家油便宜啊，半买半相送啊，所以所有的中国的廉价产品都是在一个基础上，我们有便宜的原油，我们有便宜的5大泛用塑胶，现在逮起多条啊，现在人家就跟你讲啊，讲到这个提到什么2个。第一个，它会涨到哪里？现在就是大家都说，哎呀，说话原料涨有那么严重吗？他们现在就告诉你啊，你不要讲别的啊，我们都只讲虚那个服饰业，你看它涨多少？他现在就告诉你，有7大厂商啊，这个被这个 Bloomberg 采访啊，他说完蛋了，我们现在利润不断的被压缩，他就甚至跟你讲哦，他说我是接沃尔玛，就美国最大的这一个零售业者，他就说沃尔玛直接啊，我们是要出口给他，结果我的布料商啊，竟然上个礼拜跟我讲，我跟你讲哦，我出口的布10%，对，它涨10%，它至少要涨10%，然后你以为它涨10%就没事吗？这个衣服做好是不是要运输到港口，然后运出去？你光是走这个运输货车，你要不要涨价？也涨价啊！所以现在变成涨，从你制作的衣服涨，从你这个运这个产品的这个运费也全部在涨。所以他们说这个问题，通膨的问题，中国可能会陷入一个叫什么停滞性的通膨。停滞性的通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这一个整个进口的价格上涨，所以那个生产业者的成本压力大涨。但是你的销售不一定能等比的转嫁，所以现在连货运业者也都涨。货运业者跟你讲什么？我是那个用气的，用油的，不管你是烧气的，不管你是烧油的，现在成本至少都涨3到5成，所以货运业者也在挨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会转嫁给这一些其他的下游厂商？所以现在中国面临到最大的危机就是停滞性的通膨，恐怕要即将来临。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